首先，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以及全体人民热烈欢迎维克主席还有费雪参议员访问台湾。这是维克主席第一次以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来访，意义非凡。那也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相隔9年之后再度来访，这代表了台美的安全合作有一脉相传的深层意义。我要感谢军委会用具体的行动表达对台湾的强力支持。另外，我也要借这个机会亲自恭喜维克主席荣获自由之家所颁发的领导奖，这象征着维克主席多年来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杰出贡献。这个奖也是众望所归。我要再次感谢维克主席费雪参议员以及军委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军委会在维克主席的领导之下，持续透过听证会或者是推动法案，来支持台湾，也督促行政部门加强台美的安全合作。而我们也衷心感谢美国国会近年来透过国防授权法案，强化给予台湾的安全倡议，这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特别是透过外国军事融资，协助台湾提升国防战力。当前国际有明确的共识，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和繁荣的必要元素。台湾位在印太的第一岛链，直接面对威权的威胁。台湾有决心守护国家的安全，台湾也深知有责任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在国防上，我们会持续提升我们的防卫能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将占比 GDP 超过3%，我们预计在2030年之前，国防预算占比 GDP 可以达到比照北约的标准达到5%。另外，台湾在进行这些国防预算的时候，我们是秉持的不对称战略，希望对美进行军事采购或者是国防自主。所以未来我们期待能够跟美国合作，从规划、设计、生产、制造，也让两国的国防合作可以进一步的密切结合。在外交上，台湾除了持续推动以价值外交还有荣邦计划的总合性外交以外，我们希望能够跟民主阵营共同合作，不管是在国防、国安、情资或者是打击假讯息以及网络安全方面，让台湾能够跟民主阵营肩并肩，发挥嚇阻的力量，以实力达到区域的和平稳定。在经济方面，台湾将强化经济安全韧性，也就是要让台湾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改变过往台湾对外投资集中于中国。2010年，台湾对中国投资占对外投资的83.8%，但是在去年，台湾对外投资在中国的只不过7%多，美国反而是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标的国。美国是台湾的第2大贸易国，台湾是美国的第7大贸易国。我们很高兴看到美国在台湾的投资企业90%以上都表达继续在台湾投资的意愿。后续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台美的关税谈判，不仅仅来解决台美之间贸易逆差，也可以深化台美的经贸合作。在两岸上面，台湾将秉持维持现状的精神，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也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人决定。但在对等尊严之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彼此的繁荣发展，两岸和平发展。回顾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不分党派的历任政府都在这些基础上协助台湾提升防卫的能量。后续台湾也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加强跟美国在安全、繁荣各方面的合作。我要再次感谢维克主席、费雪参议员以及各位贵宾来访，
相信有各位的支持，在我们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台湾和美国将持续深化各领域的伙伴关系，也一定能够为全球的繁荣发展提供最稳定的力量。